渤海、黄海开始军事演习，东部转入常态警巡，台独的心理支柱要一根一根拆干净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呢，有人在节目评论区里边问说，现在欧洲一些国家的议员想学美国，想学佩洛西，要组团去台湾，怎么办呢？我说好办呢，那就继续教训蔡英文呗，谁让他到处乱勾引的呢？现在东部战区的公告已经很清楚了，演习呢是结束了，但是事儿没完，以后要在台湾岛周边长期保持战备警巡。反正我们日常保持训练嘛，在哪儿练不是练？而且绕台湾一圈，解放军的飞机跟舰艇也没跑多远。还有人问说，台湾如果忍得住不出手怎么办？我说好办啊，得寸进尺，谁不会啊？咱们也会，就看台军能够忍到什么程度。等他忍到一定程度，要么出来挑战，要么就彻底丧失斗志了。貌似呢，台湾方面现在有些人也表示要下定决心用舰艇撞击我舰，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。另外，除了台湾周边，就是黄海、渤海的演习也依次展开了。表面上看，黄海、渤海距离台湾是够远了，但是黄渤海的演习恰好是对台海周边演习的重要呼应。从地理位置看，黄渤海周围，美军在日本、韩国都有基地。我们的演习要把美军这些基地列入打击范围，从而形成一种威慑，让美国掂量一下，如果他们敢于用军事手段干涉统一进程，我们可以在哪些地方牵制美军兵力，在哪些地方可以进行报复性打击。而且呢，中韩这次外交会晤成果相当不错，甚至已经把萨德问题给说开了。中韩双方共同表示，萨德问题不会影响中韩的关系。连《环球时报》都说韩国独立自主值得尊重，咱们以前谁听说过韩国独立自主的？人类历史首见的。所以演习的威胁对象就是日本。在台湾问题上，日本可以说是台独势力的两大心理支柱之一，美国的军力是最重要的一根，而日本的文化渗透还有精神支撑是另一根。日本这2年的表现甚至比美国更积极，反复强调如果台湾有事，日本必然也有事儿。这话是当初安倍晋三说的，现在人没了，话倒是还在。另外呢，就是日本把钓鱼岛问题还有台湾问题进行了捆绑，再加上美日安保条约，日本是唯恐美国会在一边看着。美军那边现在已经瞧出来了，他们没有跟中国一战的决心。美国前几天还说要让里根号航空母舰过台湾海峡，现在又改主意了，说不派航母。美国的官员告诉《纽约时报》说，用里根号过海峡的话，太有挑衅的意味。可见这个时候美军是又要给自己留面子，又不敢太得罪中国。不过呢，美国要是弄艘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，只要通过动作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，那就连对中国示威都算不上。其实我们对这种行为保持一下围观和蔑视就可以，不把美军战斗力当回事儿，更能打击台独势力的信心。台独最重要的支柱现在已经严重松动了，下一个当然轮到了日本。而这次黄渤海演习当然就是更多要对日本发挥一个警告作用。台湾的台独势力也可以想一下啊，日本在美国身边是什么名分，而你台独分子在美国身边又是什么名分？只要被很多台独人物仰视的日本，在解放军面前觉得自身难保；只要日本政治人物的言论开始变得小心谨慎，有些收敛；只要解放军表现出必要时敢于果断向日本开火，那么台独势力要给岛上的民众鼓舞士气，就只能发挥自己的特长——诈骗。这不是前几天还有人吹吗？说美军5星上将宣布台湾有事儿，驻韩美军马上出动。其实要识破这种骗术特容易，美国早就没有5星上将了，早死光了。而且谣言里边贴那个照片是个中将，3星的，不是韩国这个3星啊，是2018年12月自杀于第5舰队司令部的那个3星中将。而舰队的司令部地址也不在亚洲，是在中东国家巴林。好，关于解放军黄渤海军演到底是什么目标，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